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同样戴着面纱，把龚俊、邓卫成一放一起比较，差距一目了然。所谓犹抱琵琶半遮面，越是半遮半掩，越有让人一探究竟的欲望。以前的古装电视剧中，经常会有女性角色戴着面纱出场的桥段。一层薄纱其实根本遮不住面容，但是却给角色增加了神秘感与朦胧美。面纱滑落露出真容的那一瞬间，更是让观众惊艳不已。《仙剑奇侠传3》中，紫萱戴着紫色的面纱出场，衣袂飘飘，身姿妖娆，既有仙人的出尘，又有妖族的妩媚。黎姿版的周芷若同样戴着面纱，虽然身穿素服，梳着道菇头，可是眉目灵动，眼波含情，只需惊鸿一瞥便知这定是个美人。女版香柳饰演者陈欣宇是位并不是太出名的女演员，但是演技和美貌都十分拿得出手。她出场不到5分钟，全程戴着面纱，可却十分惊艳，演出了香柳的清冷腹黑。她的坐姿、施法手势、说话语调，甚至眨眼的频率，都与男版香柳如出一辙。陈欣宇眉如远黛，眼睛大而明亮，每次侧目望向小妖的时候，都带着欲说还休的温柔。他倒在小妖怀里，那盈盈一望的目光是直戳灵魂的悸动。不知道多年以后，小妖是否会想起这个和他同乘一船的女妖，会不会知道她就是香柳？在这个一部剧一个角色就能跻身顶流的时代，不仅女演员的妆造越来越精致，男演员在颜值方面也越来越卷。戴着面纱的造型不再是女演员的专属。龚俊在《山河令》中就有白纱覆面的造型，可这层白纱根本挡不住温谷主凌厉的眉眼与阴鸷的气势。龚俊的鼻梁高挺，戴上面纱完全不用担心会蹭到口红的麻烦，微风一吹，面纱随风而动，更能衬托出疯批美人的氛围感。在《暗河传》中，龚俊饰演苏沐雨。这是100年来暗河的第一杀手，第一美人。苏沐雨这个人虽是杀手，但很有人情味。他有3不接：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他和苏昌河是兄弟，可最后却分道扬镳。他挚爱白鹤怀，却阴阳相隔。此后一生，他都穿着绣有鹤纹的衣服，就像他不曾离开过。苏沐雨没有雄厚的背景，也没有什么高人指点，他能走到今天，全靠他自己用命去拼。在暗河，如果你不拼命，那就是一个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杀手，只能死在烂泥里。苏沐雨的面纱造型十分用心，龚俊属于浓艳系美人，非常适合穿红色。整体服装红色与黑色层层叠叠的搭配，红衣布料柔软华丽，黑色装饰又突出了冷硬诡谲，衬托的她既艳丽又危险。宽肩窄腰大长腿，策马而来，是让天地都失色的惊艳。缓步慢行，眉目轻抬，又带着上位者的慵懒与气势。不得不说，男演员会骑马，在仪态上真的增色不少。目前邓卫有2个角色都十分出圈，一个是《长相思》中温润如玉的涂山璟，一个是《长月烬明》中清风朗月的山茶花殿下萧凛。但就我个人的审美而言，这2部戏的妆造并不能完全衬托出邓卫的颜值。邓卫身高183，模特出身，身材比例非常好，脸部轮廓清晰，上宽下窄，眼睛狭长，眼尾上扬，鼻子的立体感很强，整体看起来有一种混血的异域风情，更适合演一些邪魅、蛊惑人心的角色，而不是一位宽厚、忍让的谦谦君子。他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不需要别人施舍的爱情，他只需要站在那里，冷脸漫不经心地瞟你一眼，
便有无数人为他前赴后继。在《云秀行》中，邓为饰演查硕寻，外表英俊，内心狠毒，年纪轻轻就能把各方势力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他任性狡诈，做事不计后果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无论是对他人还是自己。他爱洪秀丽爱得热烈疯狂，为了确认洪秀丽的爱，他死于自己下的毒，死在了他和洪秀丽的婚礼上。值得吗？不值得，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查硕寻的衣服以深色为主，有的绣着繁复的花纹，有的虽是素色却华丽精致。头发的造型不再千篇一律地戴着发冠，而是做了蓬松的卷发，随性地披在身后。即便是戴着面纱，依然可以从他锋利的眉眼中看出凛冽又惆怅的味道，如同暴风雪来临前的让人战栗的寒风。曾舜晞长得非常周正，天生一副主角脸。别人发腮之后变丑，他发腮之后面部留白变钝，下巴变宽，五官更协调，反而是越来越好看。曾舜晞眼睛很大，眼尾下垂，标准的狗狗眼。望着你的时候，有一种既可怜又可爱的清澈无辜，让人不由自主的心生好感。在《云秀行》中，曾舜晞饰演子刘辉。子刘辉原本是最小的王子，王位与他本该无缘。可是排在他前面的几位哥哥因为争夺王位，死的死，流放的流放，王位就落在了他头上。刚继位的他一直扮演着好男色的昏君角色，想让朝臣们对他失望，进而把他才能出众的二王兄接回来取代自己。后来他遇到了洪秀丽，明白了君王的意义，也彻底的爱上了他。这几年，曾舜晞的演技打磨越发成熟。同样一件衣服，他抱胸而立的时候是目光锐利、神情冷漠的国主；他散着头发望着女主的时候，又带着羸弱、惹人怜爱的气质。粗布经差难掩国色。作为剧中的情敌，曾舜晞和邓为有一个同款造型，一身米白色的粗布麻衣把全身都裹住，脸也被遮住，只流出眉眼，如同来自异族虔诚的教徒，似乎很难分辨出谁是谁。但仔细看就会发现，邓为的右侧眉间有颗痣，眼神比较冷漠，而曾舜晞的大眼睛眼神则相对温柔。古装仙侠剧一直是诚意的统治区，一个角色能够改变观众对演员的印象。自从诚意演了李莲花后，我对他的好感度一直往上升。王权富贵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角色，他的出生承载着父母以及道门的全部希望，也注定了他要背负着枷锁而活。原本他的生活单调而乏味，听从父亲的命令，日复一日的修炼，为了人类去斩杀妖怪，甚至从未看过庄园外的风景。直到他遇到了青铜，从这个小妖怪身上，他终于看清了内心的迷惘，找到了自己心中的道。程毅这次的装扮带着异域风格，又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。额间的装饰造型别致精巧，与右边脸颊垂下来的耳饰相呼应，让观众把视觉中心集中在了上半身整体的造型上。与邓为、曾舜晞相似的造型，程毅更像是沙漠中接到秘密任务的神秘剑客。自从罗云熙凭借润玉一角走红之后，人也来越瘦，妆造也越来越华丽。但不得不说，他确实也能撑起来这种繁复华丽的造型与艳丽的色彩。唐丽慈是个重情义又寂寞的人，藤平的男主角总是极度完美又极度遗憾，无论看客多么不舍，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走向那个自己早已选择好的结局。